那今天这个消息呢，可能会让很多在等待 iPhone 14的人不太开心，所以有点算是雪上加霜的坏消息。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会来讨论几个苹果新闻。那像刚刚讲到了嘛 ，iPhone 14，苹果目前刚签了一个合约，所以这个对很多在等今年 iPhone 14要换机的人，就是说你可能等了非常多代，就在期待今年 iPhone 14的一个大改版来换机的话，那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我们也会讲到，就苹果现在在他们官方商店上面也开放让使用者可以自己去买他们零组件回来维修自己的 iPhone。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部分。OK， 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这个苹果在他们官方商店上面贩售自己的原厂零组件，然后让使用者可以自己买回家，然后对自己的 iPhone 进行维修。那这个部分目前是只有在美国上面，他们有另外开启一个不一样的线上商店。那目前在里面你可以选择的就是 iPhone， 它有几家的 iPhone 可以让你选择。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零组件，那它的价格也有标示得很清楚。尤其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上去购买，因为你在买的时候，它也会要知道说你产品的序号，确认你说是不是真的 iPhone 的使用者。那这个我觉得最大原因当然就是避免有些厂商会买一堆这种组件回来囤货，然后让一般人真的需要使用啊，真的需要做维修的人买不到。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算是蛮好的优惠，就是说如果你买这些零组件，那同时间你上面也会写说，我先前拆换下来的旧的零组件我也会回收退回给你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还蛮好的折扣。那我觉得这样相对起来，如果对自己很会维修的人啊，同时间你先前买不到原厂组件，那可能在维修或是在替换一些萤幕比较担心一些软体更新之后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现在就不太需要担心。那它的价格上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去考量到说你旧零组件给它送回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回收折扣价来讲，我觉得也算是蛮划算的啦。那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它连换这些组件的工具，那当然一般的小螺丝其实什么他们是可以卖给你啦。但是如果像是换萤幕或换电池，他们有一些苹果他们自己规范的一些使用的器具，他们连这些工具都可以租给你。那你跟他租借的时候，他会整个像是行李箱啊，把它保护得很好，然后寄来给你。那其实它里面做的非常的细节，就像你萤幕可能要先加热啊，然后才能移除。那它有一个专门的模组，把你的电话放上去之后，然后你放进那个机台里面进行加热，然后上面就有一个吸盘的东西，可以微调角度把你的萤幕吸起来。那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还不错，而且它的租借的价格至少以这些器具，我觉得以它的价值来讲，那它租借的价格，像是我看到一个拆萤幕的一个整合的行李箱的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它租借的价格才45块美金。但以我自己来说，我可能还是偏向就是可能有 Apple Care 啊，或是可能花点钱去苹果让他们去做维修，对我也会是比较方便。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到现在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我知道这个消息其实在前几年前有传出来过。那像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就是苹果跟京东方已经签订了一个合约，就是再来要使用他们所提供的萤幕。那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萤幕就是会用在 iPhone 上面。那其实非常有可能以这个时间点来讲，现在签约，那就代表说，可能在 iPhone 14上面我们会看到苹果开始使用京东方的萤幕。那先前其实在 iPhone 12的时候，这个消息就有传出来嘛，因为12它出来这个系列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推出12 mini 啊，还有12这个比较中阶入门的机种。那当中一直有传言，就是说这些中阶入门机种就会使用比较低阶、比较便宜的京东方萤幕。那我当初听到这个京东方的名字，我也不太了解这家公司，我就把那个新闻分享出来。记得当时在下面有非常多的留言，他们都在抱怨说，这个很不好啊，京东方萤幕的品质堪忧啊，什么苹果怎么会跟他们签约，什么等等。那后来 iPhone 12跟13都并没有使用京东方的萤幕，那这个让很多人其实算是松了一口气后。那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苹果又选择跟京东方签约呢？是不是说京东方的萤幕品质终于达到苹果的要求，还是说苹果降低他们的标准？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啦。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要讲，最后今年的 iPhone 14会不会使用京东方的萤幕，这个还是要等我们最后看到它出来的组件，我们才会知道。那以我们的了解，就算会的话，它也是会放在14跟14 Max， 也是比较中低阶入门的机种上面。那虽然只是在这个14跟14 Max 这两个比较中阶入门的机种，那可是我觉得对这两个机种来讲，加上今年传到现在目前的种种消息，还有我们现在看到它流出的这些工程图啊，上面的资讯等等，其实都不是非常好的消息，真的算是雪上加霜。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我们现在来看说，苹果使用京东方的萤幕，这一点到底是京东方达到他们的标准呢，还是苹果降低它的标准？那但真正是怎么样，只有苹果自己心里清楚啦。可是我们就以目前现在苹果使用相机组件，还有他们对待相机供应商的这些方式，我们回头会来分析说，这个萤幕可能会什么原因他们做这样的选择。那在相机上面，
面，我们都知道，在近期一直有相机组件的供应链传出来说，苹果今年终于要使用某某家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相机组件。那大家一开始的问题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相机组件终于能达到苹果所要求的标准？但后来得到的资讯其实是苹果在审核他们相机组件的这个标准，他们把它向下降低一点。那就因为降低了这个标准，让他们可以开放去使用这一家相机的零组件。那其实先前我们的影片也有讲过非常多嘛，这个是不是单单只是苹果为了省钱啊，或是苹果为了用比较便宜、比较廉价的零组件？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子。那苹果的策略一直以来是，他们不希望让某一家代工厂、某一个零组件厂去独大。因为以苹果的 iPhone 来讲，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单一型号里面，就是说 iPhone 这个型号里面，他们在所有的智慧型手机里面，还是占一个最大的出货量跟市占率的一个型号。那这个方面对苹果的优势来讲，当然就是说，我就是要那么大的量，我对这些零组件厂的要求啊，还有在价格上面的谈判，那苹果都是占比较优势的那一方。可是如果当今天苹果扶植一个零组件厂起来，那这个零组件厂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又是做得最好，而且是远远超越其他零组件厂的时候，这种时候这个苹果他们在谈判上面的优势就会反过来，因为相对起来苹果也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那这个零组件厂也会知道你除了我，你也不能跟别人买。这种时候他们在谈判上面，这个谁占有优势就非常难讲。那也因为这样这个原因，苹果需要在这个方面可能去扶植不一样的零组件厂起来嘛。那如果在这个他们现在目前等级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苹果要一时下降去扶植另外起来，其实是有点困难，所以他们会慢慢的等待它，可能有一些小东西让他们做啊，慢慢的扶植起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那这种时候苹果在某一些部分的产品线，像我们现在谈到可能 iPhone 14啊、14 Max 的产品线，可能交由这个比较劣势的厂商让你来生产。那某一方面可以扶植你起来，那某一方面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那另一方面呢，他们在对另一方他们可能在 Pro 跟 Pro Max 这一方面的组件厂商的谈判上面，他们自己就更有优势。他们也展现出来说，我们现在并不是非选择你不可，我们也可以去扶植另一家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以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讲，算是合情合理啦。因为其实一个公司本来他们就是要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嘛。那这种时候，他们在任何商业的策略啊、选择上面，他们就是要以自己公司的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那不管是在未来的谈判桌上啊，或者他们可以降低他们的价格，压低他们价格，让他们赚更多钱。那不管怎么讲，其实都是合情合理。那某一方面来说呢，对消费者而言，我觉得除了我们这种可能整天在关心科技新闻，或者在比每一代它的组件、相机、萤幕什么差距的人会比较有感之外，其实一般人他们在去买下一代新的电话的时候，那我们就讲，我们可以讲说，今年 iPhone 14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街上随便问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14 Max 跟14 Pro 他们的萤幕差在哪里？那我敢跟你说，可能99%的人都不知道。那不知道就算，他们可能也完全不在意。那说真的，这些零组件上面的一些品质啊的一些差异，对他们而言也完全不重要，因为他们在意的比较就是软体上面的使用体验啊，或是简单的他们只是要回讯息、讲电话、玩手游而已。所以在某方面来讲，苹果做这样的选择，也不用太去担心到流失一些消费者。那当然，苹果在他们零组件审核的标准上面，基本上还是不会太低。所以我们也来看看，如果今年的 iPhone 14跟14 Max 真的是使用京东方的萤幕，我们会不会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距？那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像很多人讲的可能不耐用啊、一些瑕疵啊什么？那我们这些可以等它出来的时候再来检视哦。那我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今年 iPhone 14听起来算是雪上加霜哦？因为我们知道在14跟14 Max 这两个型号里面，现在目前应该大致上确定是14 mini 这一支应该是没有了。那在14跟14 Max 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其实对这两支使用者而言都不算是太好的消息。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嘛，第一讲说它在处理器上面可能就是还会沿用今年的 A15 处理器，然后不用 A16 的处理器。对，那可能买中阶入门机种的人本来也不会去在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好，那可能还好。那再来就在相机的部分，我们看到它相机整体的设计跟先前的13也是一样。那不管是它相机模组的尺寸啊，还有相机的排列，那我觉得蛮有可能性的就是可能今年13 Pro Max 的主镜头啊，还有超广角镜头下放到这个14上面。可是以现在目前它这个排列看起来，我就有点担心，或许它不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如果是还是今年13跟13 mini 的相机一样下放到14上面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是蛮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那一组相机里面它不能拍摄微距，那同时它又因为主镜头的感光元件比较大，它在近拍的距离上面也是算是非常的远。那我比较倾向就是希望苹果应该至少把今年13 Pro 的这个系列的相机主镜头跟超广角下放到今年的14跟14 Max 上面。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萤幕上面，那我们知道在 Pro 系列现在看到可能会是用这种药丸打孔的设计，那就整个会增
大它的萤幕占比。那现在有人去比对这个 CAD 的图，就是它可能萤幕的长度也会再增高一点，可是这个还有待确认啦。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可能买14、14 Max 的人不知道会不会非常在意这一点。那或许这个部分就是我来问你们啦，你们大家如果你们现在的观众有人是在锁定这个系列的产品14跟14 Max 并不是 Pro 系列的哦。那现在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就讲如果它真的是使用 A15，然后它的相机镜头就算是有用到现在的13 Pro Max 的2个镜头，然后它前面的萤幕还是保留着刘海没有打孔，然后它萤幕所使用的供应商又是新东方的，这些情况全部加起来的话，对本来锁定买14跟14 Max 的人，会不会让你们有些动摇，觉得说，那这情况下我会不会还是直接上到 Pro 系列会比较好一点？那或许这也是苹果的一个策略，把这个 Pro 系列跟一般入门机种的这些品质里面用的组件啊，这些规格切得更清楚、更开，那让先前觉得说，如果我买到入门机种也得到跟 Pro 差不多品质的人，现在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升上去上 Pro。那我想听听看你们的想法，你们对这件事情啊，这个消息传出来有什么看法？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讨论咯。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